嗨，大家好，我是阿用。刚刚试完卡塔纳，接下来试一下阿鲁1000 GXS R1000R。哇，这坐起来这坐姿还蛮舒服的。它坐高只有225 mm 而已，算是所有的仿赛级距里面算是相当亲民的一个坐高了。操控界面。然后液晶的仪表，这是调整模式的地方。OK， 这边可以调整TCS， 可以调整有时段的调整，然后还有 ABC 的 mode 可以调整。那现在目前是 B mode。这边远光灯调整的方式还蛮奇怪，是把远光灯直接往外拨，然后就可以调到远光灯。比较一个特别一个调整，跟卡塔纳一样。好，接下来准备出发喽。看一下后面要来车，可以起步。它这个起步非常的顺畅，不会像R1一样在起步的时候会一直抖来抖去的。我想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叫做 Low RPM Assist 的这种低转补助的这个系统吧，所以它意思是说，它在转速在比较低的时候，在行走的时候，它会稍微会调整一下你的转速，会根据你的油门开度什么的去做一下这部分的一个调整，所以会让你的低转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说会有抖动或者是熄火的一个情况，然后还蛮顺畅的。这个系统在卡塔纳这边它也是一样有。不过跟卡塔纳比起来还是有一点差，因为可能卡塔纳的低转扭力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然后阿鲁1000的话，它在低转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些微的抖动感，但是其实跟R1比起来，已经是非常的轻微了，对吧？第二场只有我，这一场只有我而已啊。又有一个没来啊。哦，哈哈哈。应该是平常也是比较少人吧。对啊。今天比较多人，明天都满。对啊，因为讲现在明天休假，比较多人。它的坐高真的蛮亲民的。对啊，比卡塔纳还低的。对啊。不过数字上面两个是一样高两个都是825，但是油箱这边的窄度。不过起步的话，卡塔纳比较有力，然后这一台起步会比较陡，然后转速就拉起来就会比较好。然后它的骑姿比较窄。对，好轻哦！当然啦，轻了快20-30公斤了。阿鲁1000呢，然后一开始是源自于1985年生产的 GSS R750，然后正式开始有阿鲁1000是从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式开始生产1000cc 等级的阿鲁。它为什么会叫阿鲁呢？然后因为GSS R1000的这个 R 呢，然后在日文的发音呢，可能听起来像是阿鲁，所以那在我们台湾这边就习惯性就把阿鲁这个 R 呢就叫做阿鲁啦，所以之后我们都把这系列的车子叫做阿鲁1000。那各位可能也常常听到阿鲁1000有什么 K1、K2、K5、K6、K7 这样子的一个称呼的方式。那其实呢，这是从比如说2001年的阿鲁1000呢，我们称为是 K1，2002年呢称为 K2， 所以同样的2005年的阿鲁1000就叫做 K5啊。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用 L 这个代号开始。然后以这一代的车子就是以 L7 这边开始是同样的车型。
它骑起来不像1000cc 的车子，比较像600的感觉，600cc 的，它整个感觉就对，好像小了一个 size， 很好操控。干，被扒了。哦，冲啊冲啊！不看我的360相机位置跑掉了，哈哈，我还有没有飞掉？好，像我们刚刚讲到阿鲁1000呢，到了2017年，就是 L7 的这个世代之后，其实一直到现在2021年，它的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样太大的更动，几乎都还是维持跟2017年的 L7 世代是一样。那这引擎呢是1000cc 的 DOHC 水冷冰裂四缸引擎，然后在台湾呢，它的马力呢被阉割到了188匹马力，然后11000转的 RPM， 然后在国外呢，实际上应该是有到200匹的马力了，然后但是也是一样，就是法规的关系被稍微阉割了一点，但是也都还好，就是只有稍微少了12匹马力，我觉得不会是差太多，然后至少说不是对半砍又再少，大家可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台吧。那在重量上面，它只有203公斤，那比卡塔纳的215公斤还要轻的蛮多的。然后不过跟 R1 比起来呢，其实重量上是差不多，只差了3公斤，R1 算是200公斤吧，对吧？从刚刚骑到现在呢，我就觉得这台车子骑起来相当的灵巧，让我感觉到它只是一个600cc 的一个车子，但是它实际上跟 R1 一样，都是同等级、公升级的这种仿赛。然后这台车子的座高是825mm，然后 R1 座高是855mm，差了3公分。然后所以这一台我坐上去，以我180公分的身高的话，我可以双脚平踏，所以这样子坐起来感觉是更轻松了。骑低速的感觉很好，不会抖。我骑R1的时候，低速都会抖来抖去的。那这台车子呢，前悬吊用上了舒瓦兹的 BFF 倒立式前叉，然后这是非常高等级的配备啊。然后后避震也用上舒瓦兹的 BFRC Lite 的单浆后避震，然后我觉得这种骑起来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但我觉得这种避震基本上你在一般的道路使用是非常的足够，而且你也能够完全说到时候如果真的上赛道去用的话，在这种前后悬吊的配置其实也是非常的足够了，也不需要去改它。只是我觉得前叉的顶端凸出来的这个地方，突出在上三角台的地方，我真的觉得看起来还蛮突兀的。其实很难想说这么高档的车子，然后悬吊的这个地方的配置的尺寸，感觉上跟上三角台的位置好像不是那么的合啦。然后不过这可能是前悬吊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规格品的关系吧 ，BFF 的规格品，对啊。不过前刹车也是用上了 Brembo 的对式活踩杆钳啊，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有诚意的。然后不过为什么后刹车也没有用上 Brembo 的，然后只有用到女性的？我就是觉得这是还有点奇怪，因为你要嘛就是前后都是配一样的啊。不过其实 R1 前面的卡钳也是用双子星的啊，然后后面也是用泥性的，可能这一点在日系车上面比较不会那么注重说前后都要用上同样等级的刹车吧。不
过这仪表呢，也是用高反差的仪表，跟卡塔纳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它到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那么的先进的。它毕竟现在 R1 啊，或者是新款的车也都用到了全彩的液晶仪表。调整一下这支的摄影机的位置看看，稍微再把它锁紧，然后把它往前挪一点，来锁紧，哇，这样子。然后在电控的地方呢，它有Mode A、Mode B、Mode C 啊。哎呦，看这个摄影机又给我弹回来了啊！然后电控部分，它在这一台 R1000 它只有3段的 A、B、C 这个3个模式啊。那同样的在 R1 的话，它有 A、B、C、D 4个模式，这是跟 R1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除此之外 ，R1 可以在 A、B、C 的4个模式中间呢，它有更多的电控的地方可以去做调整。R1000好像就只能够再调 TCS 调10段吧，然后顶多再多个快排的关闭跟开启而已。它的骑姿很舒服，不会真的那么的趴。前后感觉我好像只要这样子就好。骑R1的时候，我好像是这样骑，这样子，非常不错。然后像这一台呢，它有快排，那它快排的部分，其实我也觉得比R1还要好，因为它快排的话，它在低转的时候，它真的在退档的时候会帮你补油的那种感觉，会很明显的，会让你感觉到油门有帮你转速有拉起来。可是 R1 的部分呢，就会觉得转速太低的时候就会卡卡的。不过在刹车的部分，R1 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有前后联动刹车啦，所以你只要顾着说刹前刹就好，R1 它会自动帮你去刹后刹。所以在刹车这个联动系统地方，我是投R1一票。然后这一台好像R1000就没有这样子一个系统。不过R1000在钻车阵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比较灵活一点，因为它车身比较小吧，所以让我觉得说比较好控制。这一代的代号是什么啊？哪一个？这一代的代号，2005年是 K5 嘛？那这一代叫什么 L 几啊？L1。可是 L1 不是2011年叫 L1 吗？现在2021年嘛。没有21年以后才叫那个。2017年叫做 L7 啊。所以我现在不知道2021年的R1000到底要叫什么样的代号，我也不知道。因为它有这种低转的这个辅助系统啊，所以我觉得变成说它在市区的使用上面，骑乘的舒适度就比R1还要好很多。那起步的抖动感，然后还有熄火的这个几率呢，也会相对来说风险也会降比较低一点。在很重要的坐姿的舒适度，我觉得R1000也是比R1还要好很多啊。不过在外观的造型上，我比较喜欢R1的，因为现在新世代的车都会多很多空力的造型。R1000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空力的造型，它比像是车尾的部分，R1就有那种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后尾翼。哎呦，这边的大直线要来冲一波！
们刚刚那样动力的输出呢，我觉得可能没有像 R1 那么样子的直接，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是用B 模式的关系吧。因为 R1 我平常在骑的时候，我已经都习惯是用A 模式了，所以在动力的输出部分，我觉得可能要把这台车子调整到 A 模式的话，才能够完全去体验它的动力的输出。它快排做的也很好，原厂的快排做，退档的时候很顺啊，就立刻退档了。退档都有快排。对啊，退档也很顺的。比较轻松一点。为什么这个要这么高啊？因为它的规格的问题，它避震比较长，但它车台比较小，所以要升上来一点。因为它有变线长度是固定的，对啊。所以它的车架的升上来比较短一点，脖子比较短，所以它要升长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才会这么奇怪啊。好，那今天的阿鲁1000的事情呢，也差不多要结束啦。那借由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一台阿鲁1000跟 R1 的骑乘这部分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心得啊。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